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欧若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边是那个欧若拉的澳洲日常，就是这边会记录我在澳洲的所见所闻，然后生活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。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欧若拉，Aurora，英文是 Aurora，然后是来自台湾的那个女生，然后2019年我来澳洲打工度假。然后就沿路用了4年的打工度假签，加上1年的疫情签，然后现在是用纽西兰伴侣签，就是 Subcase 461，就是可以允许我在澳洲就是待5年，就是没有时数限制，就是可以工作就是做到就是报时数都 OK， 然后现在我老公因为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今年结婚，然后我老公就是帮我办那个澳洲伴侣签这样子，然后再等签证。然后这边就是今天我是要讲那个关于我在澳洲打工度假6年，我换了20个工作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先从2019年开始讲。我在澳洲总共是待在塔斯马尼亚，就是在哪边工作过？塔斯马尼亚，然后之后就是昆士兰州，然后我基本上之前我待最久的地方就是在那个 Goondiwindi，Goondwindi，就是离布里斯本往西往内陆开单程4个小时，所以之前我打工度假是跟我妹来，然后我们很常就是只要有休年假什么的，就是休个3-4天，那我们就会就是直接冲来布里斯本，就是为了买一些那个台湾亚洲的食品，我跟我妹就会单程开4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是开车从Goondiwindi开车4个小时到布里斯本，然后住个1晚2晚，然后再开回去，总共是8小时，你就可以想象成就是2个小女子为了珍珠奶茶，然后有多么的疯狂这样子啊，然后离题了，然后回来就是关于我在澳洲打工度假换了20个工作，然后我一开始来是2019年，那时候9月，那时候还没有疫情，然后我跟我妹就先飞到墨尔本，然后我们2个先在墨尔本就是 Airbnb 就是随便住3天，然后落地的第1天就是办好3大号码，税号、手机号还有银行号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用群组，就是赖群组积极的找工作，然后就让我找到那个塔斯马尼亚的那个葡萄园，在塔斯马尼亚的西边，就是从朗塞，他们都叫朗塞斯顿开车要开2个半小时才会到那个地方叫 Bichino， 好累。那个工作是在那个就是酒葡萄，就是他们就是会种酒葡萄，然后之后可以酿成那个葡萄酒。那我们那时候是帮那个酒庄的名字叫 Davis Corner，Devil，逗号 S， 然后 Corner， 恶魔的角落啊。那工作真的是，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是做那个助理工程师，是在办公室，然后在那边做了3年，大学毕业后在那边做3年，然后之后3年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来澳洲打工，然后因为我一个人来我还是会怕，就算我是很 E 的人，然后但这几年逐渐就是转成 EI 中间，然后突然一来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在那个农场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是早上6点起来，没有5点45起来，然后我忘记是6点半还是6点开工，然后塔斯马尼亚又是在澳洲的最南边，然后真的是冷死我了。然后而且我们就早上6点开始工作，然后那个是一直体力活，我们一开始是那个卷枝，你要把那个葡萄酒的那个树葡萄，你要把树葡萄汁卷在那个什么铁线上，然后
你还要就是拿那个 zip tire 束线带把它固定住，真的是好累哦。然后就从6点做到3点半，因为中间会休息15分钟跟半小时。然后我每天下班后，我回到家，我都会不自觉地骂出我们最基本的那个本土的噔噔噔，就是什么什么104，就直接骂出来真的是累死。然后就是1到5上班，然后他们那间就是每周就是给我们38小时，所以就是1到5上班，6日不上班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是住在海边，所以等于说周末还可以去海边看看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我先大概讲20个工作我是做什么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第一个工作就是塔斯的葡萄园，然后之后就是在塔斯樱桃包装cherry picking， 然后之后就是去 Costa 包蓝莓，但我只有做1天。然后之后就是在那个Tasmanian Berries， 就是也是在塔斯做那个黑莓，但我也只做1天。然后之后是搬去之后是什么？就做我去也是塔斯的，在那个西北部的砍菜场，然后是做7天。因为我速度太慢，所以因为它是实习，所以我做7天之后，砍菜砍一砍，班也被砍掉了。然后之后的再是第6个工作，就是那个棉花检测厂，就是我们就在那边撕棉花、玩棉花。然后再来第7个工作就是 Grain Corp，GRAINCORP，然后 Grain Corp 就是在那边就是做小麦场。然后第8个工作就是去那个 Light and Easy， 在布里斯本北区，在那个它算是食品加工厂，就是做那种就是冷冻餐。我们就是工作真的超爽，就是挖马铃薯泥，然后放到餐盒里面，就是你每30分钟就要换一个工作，所以有时候是挖马铃薯泥，有时候是撒cheese粉，有时候是要称那个肉，你要真的是那阿姨真的超厉害，你要手工称150克。然后这是第8个工作，第9个工作就是在那个 Namoi Cotton， 但它现在已经被另外一间 Cotton Gin， 就是棉花厂叫 Namoi Cotton， 但它现在已经被 LDC Cotton 买下来，被另外一间厂买下来。然后第10个就是 LDC，LDC 真的是那时候薪水真的是给的超爽的，但也是很累。然后第11个就是在 Ingham， 就是 Chicken Factory 鸡肉厂，在布里斯本市区。然后第12个是我看一下，我真的是做超多的。然后有些是季节性工作，就是我每年会固定，就是那个几月到几月就是回去做那个工作。然后第12个是 Sunrise 米厂，就是你们市面上看到那种红色的米、紫色的米会半价那一种，偶尔会半价。然后第13个就是我在 Namoi Cotton 的 warehouse， 就是它有 Cotton Gin， 就是棉花厂，就是专门在制作棉花。然后 Namoi Cotton warehouse 就是他会把棉花，我们会在 Cotton Gin 把棉花做成成品之后送到 warehouse， 送到仓库，然后仓库就会去收集，然后就是准备送到，因为那个 Cotton warehouse 是在Goondiwindi， 但它之后就是都要送海外的，所以就是就要送到布里斯本港口，然后就是海运出去到全世界各地。然后第14个是 LDC Cotton Warehouse， 我刚不是说 LDC Cotton， 就是我在 LDC 的 Cotton Gin， 然后之后因缘际会去 LDC Cotton Warehouse 在 Dalby DALBY， 然后之后我就是回台湾嘛，然后我就都找不到工作，然后2024年3月开始就是就跟我现在的老公同居，但去年还是男朋友，然后就住在那个15区那边，然后真的是都找不到工作，我就去做了苏西，我是在外场，但那边的同事都很好，是那个马来西亚的小伙伴，就是都对我很好，然后下班还可以就是可以带一些就是多做的寿司回家，
然后中午也有员工餐。但这个工作是我全部工作做最低的，就是时薪最低的，同事很好，但薪水就是餐饮业嘛，你能说什么？就这样。然后之后我去那个莱姆的包装公司，反正就是很简单，就在那边贴标签，但就是工作7天就没了，因为他是就是临时工，就是包装那个很小，他莱姆包装就大概只有这样小小盒，然后就是送出去。然后之后就是去那个，我就接触了那个 Rockley 布里斯本的 Rockley 的 Brisbane Market， 在那个 JH 就是当那个 process worker， 然后是对中介。然后之后我就在前面以上17个工作全部都是 casual， 然后之后第18个工作变成 full time， 我在那个也是在 Brisbane Market， 然后是一间叫罗密欧的公司。然后反正之后做了11个月多，我就因为个人的问题就离职了。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漂泊在 casual job， 就是临时工。然后之后我就是去那个 Golden Circle 凤梨工厂，就是不知道有来澳洲的人会知道，就是 Golden Circle 就是那个卖果汁的品牌，然后就在凤梨罐头工厂开叉车。然后因为今年就是有台风来，cyclone 这边叫风暴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就时间很短，我只做1个月。然后我现在在那个矿场卡车服务的公司，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叉车司机，就是 warehouse 的人，就是帮忙做 start check， 就是去清点那个东西的数量在不在，就是仓管人员，然后就是偶尔开一下叉车这样子。对，以上就是我在澳洲做过的20个工作。然后回到最之前，就是刚说到 Davis Conan， 就是葡萄园哦，真的很累。然后之后我好像做1个半月之后，我手就严重过敏，那时候就是整个长水泡。我再把那个照片放这边，害怕的人就跳过去。然后就是长水泡，然后我在塔斯马尼亚就是看了3个 GP， 就是那个他们的家庭医生，3个，一个还给我开错药，就是我好像会对那个 ibuprofen， 就是那个 ibuprofen， 就是一个止痛药，我会对止痛药过敏，然后他不知道，他就会把它就再开给我吃，然后就他那个止痛药的副作用就是继续长，就会长长湿疹啊，我已经在冒水泡了，然后他要开给我，然后就最后就是爆掉，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水泡大到哦，我连开车都没办法开，就是我开车方向盘我转弯的时候，水泡是会破掉的，它一颗一颗是会破掉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妹就是大学才刚毕业，所以她也才刚拿到驾照，她也不太敢在澳洲开。然后最后我真的是不得已，就换我妹开，然后我就回台湾治疗1个月哦，不夸张，真的是回去长庚的那个嘉义长庚那边，他给我打针之后就好了，然后就是再擦一些药膏就好了，但之后就是手看起来会很像就是烧烫伤，但现在就还好，只是就是这边可能还有一点点，但就是不太明显这样子。然后之后什么？我是11月初回台湾，然后2019年的11月回台湾，然后2019年的12月初就赶快回来。哦，我那时候才刚去1个多月，然后我就回去，还被我爸笑。我爸说，我想说你是撑得住的，没想到你也是撑不住，有点草莓，这样1个半月就回来了，也不是草莓，就是有点半开玩笑说啊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然后之后我就在2019年12月赶快再飞回去，结果隔年的2020 3月就封城了，就是 COVID，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回来。然后当初我跟我妹要出发的时候，就是跟我爸妈说，哦，我们1年就回来，然后就过了三个月后，这边钱跟台湾比还不错哦。好，那再多续签1年这样子，所以说在第2年，结果一续就给人家续了5年。我妹去年，我那时候跟我妹来，然后我妹去年已经回台湾了，因为她签证到期。然后，我就自己在这边，就是现在遇到我的老公。然后，之后下一个工作是樱桃包装，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葡萄园只做到12月中，从9月中，
它正常是6月开始，可是因为我们9月中才到9月15哦9月11号才到澳洲，所以在墨尔本待3天办那些3大号，然后之后才是直接飞过去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找工作多么积极，就是他一跟我说，下礼拜一你可以开工吗？我说好。然后好，我就说，可是我们要住哪里？然后那个中介刚好很好，他们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同事有住那个车屋 Caravan Park， 就是住在那种露营车里面。然后我们就是一接到有工作，因为已经3大号办好，已经第2天了吧。然后第3天，他一跟我说礼拜4的时候，他一跟我说下礼拜有工作，我就跟我妹说冲吗？然后我妹那时候也是傻傻的，也都不知道，就说好啊，那就冲啊。那我就当下就是立马订那个墨尔本去那个去朗塞斯顿的机场，我们就直接飞过去。然后之后去就是那时候等那个接机的那个同事，真的是等了2个多小时，他就一直说有事在路上快到了但也还行啊，就是至少他有接我们过去，然后我再付他费用，然后我们就飞过去，他载我们过去。然后你们记得在澳洲晚上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晚上不要开车，因为塔斯就是甚至全到任何地方，因为有袋鼠 kangaroo， 然后小只的叫 wallaby， 但你永远不知道就是袋鼠什么时候会出来跟你就是打招呼。但我严重怀疑他们感觉是有跟那个袋鼠感觉是有跟车厂合作，他们就是有时候你灯光已经照它，然后你再扒它，它故意站在那边不跳了，你反而不按它，它还会继续跳。所以就是真的不要在晚上开车，因为已经有我好像看新闻已经有3、4对还是2、3对情侣已经因为晚上开夜车或是一个人开车，然后就是比如说没看清楚，然后就直接撞到那个车，直接飞到那个桥下面，然后就是整个人就是因为是上半身，就是脸的部分卡在水下面，然后就直接死掉了。一个年轻的生命的一个背包客就没了。然后对，然后我们就是那一天那个女生来接我们去，从朗塞斯顿接我们到朗塞斯顿是很好的，在塔斯算第2大城市，第1大城市是那个什么忘记了第1大城市是我想一下塔斯、朗塞斯顿跟那个 Hobart， 对，他们叫霍巴特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跟我妹第1天，然后她晚上带我们开夜车的时候开过去，就是塔斯的冬天，应该说全澳洲的冬天都很早就天色就暗下来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开到 Beachno 的话，就是葡萄园那边的时候，还是要就是开2个半小时的车程，然后好可怕哦！我们那时候开车的时候，突然一只牛，真的是牛，就那种很大只的那种，会在台湾那种勒残的那个牛，直接挡在一半的车道。然后你永远不知道，你以为只有袋鼠吗？没有，就牛直接卡在那边。然后幸好我们在有那个同事就是反应很快，就及时就是赶快就是快速的，就是转过去。我们没有急刹，我们就是赶快就是快速的方向盘转一下，就是绕过去这样子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是整个就是超害怕的，就是如果无论办什么事情，都一定要赶在天黑前办完，就是千万不能就是不信邪，就是硬要在那边。对，然后就开始我们就是葡萄园的工作，然后我们住那个什么 Caravan Park， 那我们2个是住那个只有我们2个人住，所以一个人是150块澳币1周，对，150块澳币，所以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准时就是缴汇款吧，对，汇款给房东。然后澳洲可能有些房东比较dodgy，就是比较有点不要符合法规，所以他们就是会说那你可以付现金给我们嘛。然后我那个是因为比较正规的公司，是那个中国人在那边经营的，我们叫他张哥，然后就是有在经营，所以就是比较是合法的，所以就是那边就是只有小小的厨房，我看我能不能找到照片，然后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如果大家今天就先到这边，就是讲我的20个工作，然后再加上我第1个工作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按赞订阅，然后
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东西，就也在下面帮我留言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我是欧若拉，谢谢。